我不知道屏幕前面的你现在用的是哪家网盘哈，但是我敢打赌，你现在的数据它绝对是在裸奔。你以为上传到云端的数据就是你的了吗？错了，那些大厂，那些互联网大厂的爬虫和审查机制，每天晚上都在你文件里面逛，他扫你的文档，看你的照片，分析你的喜好，遇到不合规的，直接就给你变成了违规的文件，甚至直接封号。你辛辛苦苦存了几年的心血，瞬间就灰飞烟灭，这个不就个人资产哈？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各家的网盘它互不相通，你的工作文件在阿里云盘，你的私人电影在夸 K， 别人发给你的资料在百度网盘，每次找个东西都要在4、5个 APP 里面切换，简直有点烦人类哈。今天我们要打破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用一种2026年的高级思维，把所有的网盘给它缝合在一起，变成你电脑里面的一个本地硬盘。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给它加上3层的重型装甲，让你的数据真正的属于你。准备好了没有？跟着我的节奏，我们直接进入到实战。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 Arrest 的官网或者 GitHub 下载这个东西。Arrest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一个网盘大类总管，能够把你手里那些散落在各地的网盘全部整合到一个页面进行管理。来到 GitHub 项目的页面，不要被这些英文吓到了哈，直接点击右侧的发布，然后点击资产，展开列表，你就会看到一长串的文件，往下面拉，睁大眼睛找到 Windows AMD 64版本的压缩包。为什么选这个呢？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个人电脑的 CPU 它都是64位架构的。点击下载，下载完成之后，把压缩包给它解压出来，你会发现它里面极其的干净，只有一个文件，就是这个 Arrest.exe。不要双击它哈，如果你像普通小白一样双击，就会看到一个黑框框的闪退。跟着我做啊，教你一招，打开这个解压出来的文件夹，把你的鼠标移动到窗口最上方显示路径的地址栏，不要犹豫，把里面的内容全部给它删掉，一个字母都不要留，然后直接在里面敲下3个字母 CMD， 按下回车。一个黑色的命令提示符窗口它就弹出来了哈，在这个弹出来的黑窗口里面，我们需要拿到这台服务器的最高权限钥匙，输入下面这行命令 Arrest admin， 敲下回车，这个时候窗口它就会直接吐出一行字，里面就包含了你的初始随机密码。立刻马上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把它给记下来，或者复制到你的备忘录里面去。这个密码一旦弄丢了，后面就没法玩了哈。密码到手，现在我们就要点燃引擎了，在同一个黑窗口里面直接输入启动命令 Arrest server， 然后再按下回车，你的屏幕上面它就会跑一堆日志了哈，不要管它啊。当你的眼睛捕捉到这一行的时候，那么恭喜你 ，Arrest 已经在你电脑上面成功的运行起来了。注意哈，这个黑窗口绝对不要关闭，你可以把它最小化，一旦关闭，你服务器就死了。这个时候 Windows 安全中心那个烦人的老头可能就会弹出来，问你是不是允许访问网络，不要犹豫哈，果断点击允许。你不给他放行，我们的网盘怎么跟外网通信呢？现在打开你最常用的浏览器啊，随便哪个都可以，在地址栏的上方就输入这个全部是0的地址，端口245、244或者127开头的地址，这2个的意思是一样的哈，都代表你本地的电脑。按回车啊，你就会看到一个极其简洁的登录界面。用户名输入 admin， 密码就是你刚才在黑窗口里面死死盯住并且记下来的那一串随机字符。点击登录啊，进去了。但是进去之后呢，它提示你没有存储，不要慌哈，这个就好比你买了一栋别墅，里面还没有买家具，点击页面的跳到存储，或者点击下方的管理，我们就要开始往里面搬了哈。在存储的页面，我们点击添加，你看这个下拉的驱动里面哈，它有非常多的网盘，115网盘、百度网盘、阿里、123、蓝洲云、谷歌、微软，这些市面上叫得出名字的它都有。今天我就以夸克网盘为例，教你怎么把它给拿下哈。挂在夸克网盘，它比其他的云盘稍微麻烦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夸克官方它没有开放方便的接口，我们要用一点特殊的手段到浏览器里面去把它的通行证给它拿出来。这个通行证在技术上来说就叫做 cookie。打开你电脑上面的浏览器，登录到夸克网盘的网页版，登录进来哈，扫码或者账号密码登录都是可以的。当你看到你那堆乱七八糟的文件列表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开始了哈。按下你键盘上面的 F12， 如果 F12 没有反应，你可以在页面的空白处点击鼠标的右键选择检查。这个时候浏览器的右侧它就会出现一个密密麻麻全是代码的窗口哈，不要怕啊，我们不需要看懂它，你的目光只需要锁定在窗口上方这一排选项卡，找到一个叫做网络的标签，点它。现在的列表它可能是空的哈，接着按一下键盘上面的 F5， 刷新一下页面，
右侧的数据瞬间就像瀑布一样刷出来了哈。在左边名称这一栏里面，我们用鼠标给它拉到最上面，仔细找到一个叫做 list 的东西哈，点它。点击之后，右侧它就会出现一个详情的面板，在这个面板里面，我们往下面找到请求标头这一栏，睁大眼睛哈，在这一栏的下方找到一个叫做 cookie 的地方，找到了没有？就是这个 cookie 的后面有一大串长得像乱码一样的字符，长得让人头皮发麻哈。按住鼠标的左键，把这一大串乱七八糟的字符全部给它选中，一个字母都不要漏。右键复制，稳妥起见，你可以先把它粘贴到一个文本文档里面保存下来。回到阿里斯特的后台页面，驱动你就选择 Quark， 挂载路径就是一个斜杠，然后一个名字这个 Quark， 注意哈，前面是一定要带一个英文的斜杠，斜杠它代表根目录，这个名字呢你是可以自定义的哈。Cookie 呢就是把你刚才拼了老命从 Quark 网页里面抓取出来、复制出来的那一大串字符，狠狠的给它粘贴进去。至于其他的什么高级选项，通通不用管，全部保持默认。点击页面最下方的添加，稍等个1-2秒回到存储列表。当你看到这个Quark网盘它的状态是 work 的状态，那么就大功告成了，你已经成功的黑进了你自己的网盘了。点击左边菜单栏的主页，你就会看到刚刚挂载好的Quark网盘，点进去你就能够正常的看到里面所有的东西，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上传下载。如果你有视频，你甚至可以在线秒开预览播放。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了哈，如果驱动列表里面它没有我想添加的云盘，或者我想加个 cookie 太麻烦了，该怎么办呢？这个是个好问题哈。国内的网盘说实话乌烟瘴气，今天改个接口，明天限速，后天扫你的文件。今天我就给你推荐一个日本的网盘，叫做 Infinity Cloud。为什么选它呢？因为它原生支持一种极其伟大且古老成熟的协议 WebDAV。WebDAV 它不像阿里 Quark 那样需要你搞各种反人类的扫码或者抓 cookie 哈，它是互联网诞生初期的行业标准协议。它的优点，第一个，极速的挂载，只要用户名和密码1秒钟成功，绝不拖泥带水。第二，纯净，它是标准的网络硬盘，讲究的就是骑士精神啊，绝对不扫描你的文件，绝不会哪天早上醒过来就提示你什么违规侵权。第三，空间够用，注册就送20个 G， 如果你在网上随便搜个邀请码填进去，通常能够白嫖到25到45个 G， 用来做我们后面的加密文档协作绰绰有余。第四个就是极其的稳定，因为它是行业标准，所以它永远不会像阿里云盘接口那样，今天改一下规则，明天收个过路费。打开Infinity Cloud的官网站，它可能是英文或者日文哈，没有关系啊，按钮都是熟悉的那些位置。点击创建账户，填写你的名字还有姓哈，接着就需要一个电子邮箱。听我一句哈，建议使用谷歌这样的外国邮箱，国内的邮箱它可能会收不到验证码。接着你自己就选一个用户 ID 还有密码给它填上去，然后下面3个同意服务条款的复选框全部给它打上勾，然后点击下一步。这个时候它就会向你的邮箱发送一个验证码哈，你切到邮箱这边来，找到那封信，复制验证码，再切回来粘贴到网页的输入框里面，点击下一步啊，就搞定了哈。点击文件浏览器，稍等个几秒钟，网盘它的初始化就准备好了，使用你刚才注册的 ID 还有密码给它登录进来。点击右上角我的页面，你就可以看到免费的账户，它起步确实是20个 G。在这个页面往下面找到下方，它有一个极其关键的选项，叫做启用应用链接，把它给勾选起来。这个时候它就会弹出一个提示框啊，不管它写了什么，就直接点击打开啊。这个时候页面它就会为你生成一个专属的网址 URL， 下面它还有一个单独生成的应用密码。立刻把你看到的这个链接 URL 和下面的应用密码给它复制保存下来。回到我们熟悉的大本营哈，阿里斯特的首页，点击下方的管理，点击存储，再点击添加，在驱动选择的下拉列表里面找到 WebDAV。如果列表太长了，眼睛看花了，你可以直接在输入框里面敲个字母 W 进行搜索，找到 WebDAV， 选中它。挂载路径你随便取个名字，比如日本啊、云盘啊，对不对？都是可以的哈。老规矩啊，前面它必须有一个斜杠，地址就填刚才记下来的那个 URL， 用户名就是你刚才注册的用户名，密码切记哈，这个是刚才记下来的那个应用密码，千万不要填你登录网站的那个密码。跟文件夹路径保持默认的单斜杠就可以了，然后点击添加。可以查看状态哈，它又是一个 OK， 顺滑的不得了。点击阿里斯特的主页，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网盘它已经静静的躺在这里了哈。点进去秒开，你可以进行正常的读取、下载、上传。接下来我就给你展示阿里斯特它最牛逼的地方了哈，跨网盘转移。你可以非常方便的在这里进行跨网盘的操作。举个例子哈，
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更多，我在夸克网盘和日本网盘里面同时新建了一个叫做壁纸的文件夹，然后往里面上传了一张壁纸。现在我进入到夸克网盘的壁纸文件夹，找到那张图，在它上面右键点击复制，然后系统它就会弹出一个路径选择框。我浏览到日本网盘那个壁纸的文件夹，选中它，点击确定，刷的一下哈，阿莱斯特的后台直接就把夸克里面的文件瞬间搬到了日本网盘，你都不需要把文件先下载到自己电脑上面，然后再上传。来到日本网盘，点击右下角的更多，点一下刷新按钮，看到没有？数据它完美复制成功。同样的道理哈，你也可以把日本网盘里面的数据直接复制给夸克，复制完了点一下刷新，它就显示出来了。稍微休息一下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教程最核心的部分了。现在你的阿莱斯特和网盘它虽然挂载好了哈，但是也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们只能在家里面用。这个叫做 127.0.0.1 的地址，它叫本地回环地址。除了你家里的路由器的大门，它就是个废物啊。你想在办公室摸鱼的时候看家里面的电影，或者说在外面的时候掏出手机给朋友展示你的珍藏的时候，那个就不要想了哈，完全是做梦。以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家搞什么内网穿透、公网 IP、端口映射、买群晖，折腾的死去活来的哈，还要被宽带运营商刁难。今天我就要给你介绍一位活菩萨哈 ，Cloudflare， 我们要用它提供的零信任隧道技术，直接在你电脑和公网之间强行挖一条绝对安全、免费且永不掉下来的地下通道。首先，你需要有一个注册好的免费的 Cloudflare 的账号哈，并且里面已经绑定了一个你自己的域名。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去整一个哈，免费的、收费的都是可以的啊。随便搜一下 Cloudflare 的绑定教程，3分钟就搞定了哈，这里就不详细说了。登录进来，在后台左侧这一排长长的侧面栏里面哈，找到一个叫做 Zero Trust 的选项，点击进来啊，这是一个专门为企业级安全设计的后台。今天我们就白嫖。在左侧的菜单点击网络连接器，然后再点击添加隧道，系统它就会问你选什么类型哈，这个不要犹豫，直接选择 Cloudflare。接着就是选环境，点 Windows， 架构选什么呢？选64位。现在你稍微买个正常点的电脑，它都不可能不是64位了哈。这时候页面的下方它就会生成一段长长的命令，并且提示你要下载软件。先点击那个 Cloudflare 的链接，把这个小小的核心组件呢给它下载出来，然后直接把它安装起来。安装起来之后，我们以管理员的身份打开电脑的 CMD， 怎么做呢？按下键盘上面的 Win 键，输入 CMD， 然后再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回到浏览器，把你刚才在 Cloudflare 页面上面看到的那一串非常长的运行命令给它拷贝下来，然后切到 CMD 黑窗口里面，鼠标右键一下啊，它就会自动粘贴，按一下回车。这个时候90%的人他都会顺利的安装成功，但是如果你之前折腾过哈，或者说系统它有残留，终端它可能就会爆出错误，提示你无法安装，服务已经存在之类的哈，不要慌，这个是 Windows 的经典的注册表毛病。我给你准备了2行命令哈，在 CMD 里面依次输入，并且回车运行下面这2行命令，执行完了之后，世界它就清净了哈。你再重新把那串长长的 Cloudflare 的安装命令给它粘贴进来，运行一下哈。此时，只要你在黑窗口里面看到3条绿色的 INF 字样跳出来了，那么这就代表地道已经挖通了。回到 Cloudflare 的页面，点击下一步，我们要给这个隧道挂个牌匾，就是给它配个公网地址。址域随便填一个你喜欢的拼音或者英文，比如说盘。域名在下拉框里面选中你之前绑定在 Cloudflare 的那个宝贝的域名哈。路径什么都不要填，留空。服务这一步最重要了，在下拉框里面一定要选 HTTP， 千万不要自作聪明的选 HTTPS 哈，因为我们是本地跑的是 HTTP。URL 在后面的框框里面老老实实输入你本地的阿莱斯特端口 127.0.0.15244， 点击完成，页面跳回到列表的时候，就睁大你的眼睛，看着你刚才见到这个隧道，它的状态是正常的状态。那么恭喜你，从这一秒开始，你在任何一台有网的电脑、手机，只要在浏览器里面输入你刚才设定的这个完整的网址，就能够瞬间打开你家里面电脑的阿莱斯特的界面哈，没有端口限制，没有地区限制，真正的私人云端。有了网页版还不够啊，每次上传个文件还要打开浏览器拖过去拖过来。我们现在的终极目标就是让这些远在天边的网盘直接长到你的电脑里面去，变成一个 C 盘 D 盘之外的 Z 盘，你可以像本地剪切复制文件一样去使用它们。这里我就教你2套方案，我们先来看第一种，不装任何软件的素人方案。打开电脑桌面的此电脑，把目光移到上方的工具栏，找到叫做添加一个网络位置的选项，点它，弹出一个向导，点下一步，再下一步。这里啊，它就让你输一个网络地址，
你就把这个公网地址填进去。比如我现在就要把这个刚才通过隧道映射出来的夸克网盘给它挂载上来啊，我就在输入框里面填这个地址。注意这个域名后面它有个 DAV 后面才是我们在 AliST 里面取的那个名字，那个路径斜杠夸克。如果你想挂在日本网盘，你只需要把这个路径给它改一下就可以啊，改成日本网盘的路径。填好了之后，点击下一步，随便给它取个好听的名字，比如说夸克云盘啊什么的，随便你。再点下一步，系统它就会弹出一个窗口，让你输入账号还有密码。注意哈，这里的账号密码是你登录 AliST 的账号还有密码，不是你的网盘密码。填进去勾选记住之后啊，那就搞定了。你现在就直接在电脑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网络文件夹了，点进去它就跟在电脑上面操作本地文件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有了方案1我还要交方案2呢？因为 Windows 它原生的 Web DAV 挂载呀跟屎一样难用哈，经常传着就断线了，或者因为文件太大它又报错。那么我们就去这个 Redrive 的官网下载这款软件，这个才是真正的一键成功，速度极快。下载后正常安装，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更改安装路径。安装完成之后启动它，第一次打开可能是英文的哈，点击顶部的设置，把语言给它改成中文。回到主界面，点击顶部的添加，它就出现了一大堆的云盘哈，不要管前面的，我们直接把目光锁定到后面的 NAS 标签卡上面，点击它。在下面的选项里面，我们选择 Web DAV 盘符来保持默认的 Z 盘就可以了，极其的霸气。名字呢，随便写一个你好记的名字。地址配置这个是重中之重哈，把前面那个地址复选框给它打上勾，代表使用外网访问，你就可以看到在输入框的前面自动的变成了 HTTPS， 所以后面千万不要写重复了，直接把你的域名给它粘贴进来，后面的端口填默认的安全端口443。在下面这一栏路径填你的网盘路径的前缀，带上 DAV， 也就是斜杠 DAV， 后面就是你的网盘路径了哈。账户和密码填入你 AliST 的账号密码，点击右下角的连接，你的电脑它就会出现一个真真切切的 Z 盘了哈。用完全一样的方法，我们点击添加，再把日本网盘也给它挂载成一个 Y 盘。唯一的区别就是，如果你想跑满全局速度的话呢，就要把地址栏前面那个复选框给它取消掉，让它变成没有加密的 HTTP， 然后填本地地址127，端口呢就写那个 AliST 的端口5244。路径同样的哈，也是一个斜杠 DAV， 然后才是你的网盘路径。填上账号密码，点击连接，现在你的电脑里面它就应该有了一个外网的 Z 盘和一个内网的 Y 盘。这样的操作，这样的体验，你就可以纵享丝滑了。如果你觉得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就太天真了哈。虽然我们把网盘变成了本地的，但是还有一个极其可怕的问题，就是你的数据它依旧是在裸奔。你存在夸克、阿里，甚至挂在的网盘里面的那些文件，虽然你用着方便了哈，但是云盘公司它依然能够看到，一旦他们检测到敏感词或者说版权纠纷呢，直接就给你咔嚓掉。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用他们免费又大的空间，又能让他们连个毛都看不懂呢？有，那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终极防御武器，开源界的神盾级 Kediputu Martel。它会在你的本地电脑把数据用军工级的加密算法给它切成几十个碎块，并且把每个碎块都变成一堆乱码，然后再把这堆乱码给它扔到网盘里面去。网盘公司的管理员 AI 审查机器人，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就是一堆毫无规律、无法识别的代码了哈。哪怕你的账号被盗了，你的网盘被脱库了，他们拿到这些文件之后，没有你的终极密码，就算太阳系毁灭，它也解不开哈。这个就叫做利用敌人的粮仓囤我们的加密军火。我们到网上把这个东西给它下载下来，安装好，软件极其的简单。打开它，点击左下角的加号，然后选择添加一个新的保险库。第一步，给这个保险库起个响亮的名字哈，比如说最高机密，随便你啊，都是可以的。然后点击下一步，然后第二步选择自定义位置，这个就是核心所在了哈。点击浏览，然后去哪里找呢？去我们刚才挂在电脑上面的那个 Z 盘或者 Y 盘啊，你的夸克或者日本网盘随便你，选中它，点击下一步，然后这个启用专家设置千万不要勾选哈，保持默认的就可以了，不要给你自己找麻烦。我们点击下一步，然后设置一个强密码。这个密码只有你知道啊，只有你知道。输完密码之后，系统它会问你要不要创建一个恢复密钥，你这里必须选择创建哈，并且把那几十个英文单词组成的恢复密钥给它妥善的保存到你的密码管理器或者说写在纸上面去，然后点击创建保险库。完成之后，点击界面上面的立即解锁，输入你刚才的密码。这个时候，你的电脑上面它就会又多出一个加密硬盘，长得跟 U 盘的图标有点像哈。你现在就只需要把你那些不想被别人看见的隐私文档、几十个 G 的学习资料、重要的团队协作项目，像往常一样哈，直接给它扔到这个加密硬盘里面去。
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本地电脑上面这个盘里面呢，它的文件是清晰可见，一点都没有变。但是如果你打开浏览器夸克网盘的后台去看，哎呀，里面它就多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乱码文件哈。好，个人防御拉满了之后哈，那么团队协作怎么办呢？你有一个项目需要跟3个异地的同事一起搞，你不可能把你的 Alex 的管理员密码还有那个网盘账号全部都给他们嘛，对不对？那么太蠢了。接下来我就要教你如何利用 Alex 的自带的权限管理，配合我们刚才的加密机制，给它打造一个无懈可击的协作系统。进到浏览器的 Alex 的管理后台，点击左侧菜单的角色，再点击添加名称，起个好懂的名字，比如加密协作组啊，随便你。描述也可以随便的写。基本路径这个就是核心了哈。点击那个复选框的小箭头，一层一层的往下点，浏览到你网盘里的那个全是乱码的加密文件夹的根目录，选中它，然后点击确定。这个就意味着哈，拥有这个角色的人登录进来，他只配看到这个文件夹，别的东西他连一根毛都看不见。这里有5个权限，必须勾选，缺一不可。Web 读取这个是重中之重，没有它，你同事电脑连你的网盘都连不上，什么都看不到。然后是创建目录或上传，这个是对应日常操作的新建和写入哈。Kaliberto-Martyr 加密文件的时候，它需要往网盘里面扔加密的碎片。第3个就是删除，很多人他不给这个权限，怕同事乱删数据，但是你要懂原理哈。网盘里的文件，它在同步的修改的同时，旧的加密碎片它必须被删掉。你不勾选这个的话，你同事那边一修改文件，它可能就会报错。然后是重命名，同步的过程极其依赖更改文件名，必须要给。最后一个就是移动了，同步过程需要移动文件，要给。接下来这3个权限打死都不要勾哈。第一个是无需密码访问，你一旦脑子抽风勾了这个的话，你的网盘直接就在大街上面裸奔了哟。任何人通过连接都是可以进去乱搞的。Web DAV 管理这个权限太高了，有了这个的话，它可以把家都给你拆了，完全没必要给。然后是 FTP 管理，我们做的是高度的加密协作，这些功能根本就用不到。没有问题之后，我们点击保存，保留这个完美的角色。然后点击左侧菜单的用户，点击添加，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设置一个子账号，比如说叫做张三儿，然后设置一个密码。最关键的一步，在角色那一栏里面找到下拉菜单里面选中你刚刚建好的角色，然后点击保存。现在你就可以大手一挥，把这个张三的子账号，还有你那牛逼哄哄的 Cloudflare 的公网域名甩给你的同事或者朋友了哈，让他们在自己的电脑上面用一模一样的 RAID挂着这个地址，然后用 Kaliberto-Martyr 打开你创建的那个保险库。只要你把这个终极保险箱的密码告诉他们，输进去，在他们的电脑上面一堆乱码瞬间就可以变成你们需要协作的项目文档了哈。比如说你往你电脑本地的插盘丢一张设计图，文件它瞬间变成乱码传到了云端，几秒钟之后，远在千里之外的他电脑后台它就默默同步了这段乱码，然后当他打开他电脑上面的插盘的时候，就能够直接看到那张清晰的设计图。经过这一套连招之后，你的电脑现在应该挂满了各种字母的硬盘了哈。现在你就可以往里面放那些比你命还重要、见不得人的好东西了哈。最后别忘了给我的视频点个赞，顺手点个订阅加收藏。如果有哪一步操作卡住了，直接在评论区里面放出来哈，我或者其他的课代表会帮你解答的。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